下班经济学啊，我们介绍过很多的名医，我们再一次来邀请这个我们的牙医师，也是脑科学博士赵哲阳赵医师，医师你好。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因为我们刚刚在私底下在聊天的时候都讲到，我有拔牙也有矫正，对，我也是，我之前做矫正的时候，我好像拔3颗牙吧。先请教医师医师你是反对拔牙矫正？对啊，我是反对啦。为什么？你看的那本书病因是什么？我们一般治疗疾病一定把病因先找出来。对。可是你现在市面上有谁管病因？牙齿不整齐，我拔了再说，排整齐了再说。可是这有2个大的问题啊。第一个大问题，牙医师他在拔牙矫正，让下巴后缩，或者是影响到舌头活动空间，影响到呼吸道这件事情，他在做治疗前有没有做这个诊断？第二个，当你下巴后缩或牙齿矫正过程中关节出问题了，那牙医师有没有在做矫正前做这个诊断？很多病人做完矫正，呼吸道变窄，颞颌关节疼痛，学术都告诉我们，事前诊断才能预防，并不是说真的反对这件事，而是反对在没有确切诊断下，你就不应该做这个治疗。另外，病因应该要找出来，所以病因跟症状2个同时解决，那避免发生这个颞颌关节或呼吸道的问题，才是我们在意的。不仅是牙齿矫正，我反对拔牙，甚至于牙周病这蛀牙、蛀到牙根能救，我都建议牙医师都要救。你去查最新学术论文几乎都还是建议尽量保留。对呀，甚至于去年有一个牙周病的这个大师来台湾演讲，他过去10年来他那个只要是牙齿咬的牙齿，他努力的救，9成左右他都去让他能够留下来。那这个大师他为了病人他希望把整个口味结构维持。那在台湾可能比较商业化啦，赶快拔牙植牙赚得快。那我们就不方便多说多批评了。是。那医生，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就听说有病患就是痛到全身都非常非常痛，然后去按摩、物理治疗都没有效，那最后听说是他的这个颞颌关节出了问题。这很多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健身教练，他说他这个举重的时候左脚没有力撑不住，他觉得身体就要往左滑掉那但是我就发现你的嘴巴歪的，歪右边那嘴巴歪右边肩膀高，那这时候骨盆就会高，为了避免跌倒。那左边骨盆高，那你左脚就踩不到地啦。那我给他一个简单的咬合板，右边垫高，下巴回正，吓一跳他举重了，左脚就有力了。所以这个我们很多病人颞颌关节痛，那我们去做这个咬合板，或者只要把下巴移到对的位置，他的这个肩颈背的疼痛只要是头影响下来，大概都可以改善。所以医师在临床上见过有哪些最恐怖的例子？每个月都有拔牙矫正就占1半以上，占1半以上，占1半以上。是我们举例这个病人他也是拔牙矫正那牙齿都拔蛮多了，他多可怜你知道吗？他国小6年级做矫正，30年前，这30年来头昏脑胀、偏头痛、肩膀没有力那这时候一直找神经内科、找牙科、找复健科，每个人都觉得他没问题，他就痛到要自杀。我发现第一个，他的脸是歪的，那大部分的人可能不大理解什么叫歪所以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3角定位板定位这个蝶骨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怎样？他左边的牙齿偏高很多对左边的牙齿偏高很多。我们这个模型在切的时候是用眼睛的水平去切，所以从他的眼睛跟他的咬合，我就注意到他的咬合歪掉。就当年他在做矫正的时候，矫正医师也不晓得这个歪，它会影响什么？它会影响到他的下巴，因为你上排牙齿歪了上排就好比飞机场的跑道，你跑道歪了，你的飞机降落就会往歪的那一侧。它的2侧的颞颌关节头一边这么高，跟冠状图比起来这么高，那你有没有发现它另外一边几乎不见了？对磨损的，这叫锥心刺骨的痛你每天说话吃饭，这个关节就一直撞到这边关节血肉模糊，这个很麻烦。当你这个撞击之后，你的肩膀、你的身体都要为了这个错误，感觉随时要去代偿。代偿久了，你的腰痛、背痛、酸痛、头痛，到处都痛那这时候病人痛到你白天痛、身体痛，晚上不用睡觉了。我们看看一个合理的牙弓跟拔牙矫正的牙弓，你有没有发现收窄了？哇，好窄所以他睡眠呼吸又吸不到空气，睡眠呼吸中止症，双杀。是，一旦你睡眠呼吸中止发生，那你又睡不着，交感神经会亢进，咬牙切齿那你一咬牙切齿，牙齿就磨平了
一磨平之后，这个撞击的结果就更严重。所以他这30年来啊，就痛不欲生啊，也是蛮可怜。是团队建议给哲青看的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哦，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那医生，因为你看过很多病人嘛，据说你可以一眼就是用肉眼看出说，这个人他是不是颞颌关节有问题？要怎么样去从外观上来判断呢？第一个，嘴巴张开会咔咔咔，那这有2种声音啊，一种可能就是咔咔咔的声音，第二个就是垃圾袋挤过来的声音啊，差在哪？咔咔咔的话，代表他的关节已经磨损了那磨损这个前面有个软骨的关节卡住，如果到那个塑胶袋的声音，那捏碎那个塑胶袋的声音的时候，那就是已经破坏了再下去就嘴巴张不开，所以大概有声音的病人跟嘴巴张不开的病人会来找我们。那找我第一个就看什么？看眼睛跟嘴角有没有歪比如说左边嘴角高他的左边的肩膀就会高也是他的对侧骨盆就会高，所以他的左手左肩膀疼痛，左边偏头痛，左边的这个手麻右边腰痛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在做检查就会警觉了你有没有发现他的门牙中线是偏移的？对，没有错对，那这时候嘴巴张开的时候会有2种状况如果嘴巴张得开，它可能会偏到右边那代表他的关节还健康，只是他的咬合是错的。第二种嘴巴张不开了，他左边还在痛，所以他就只会变成歪到他疼痛侧所以这时候我第一个会看他眼歪嘴斜，第二个我会看他嘴巴张口歪，那第三个大概很少人会去想到你会发现这个人他讲话几乎都是皱着下巴那我常常会请他发音21数到50 21 22 23 24 25他的2都是他没有第二个他没有10，他是10他的下巴都皱着为什么下巴都皱着？一定2个问题。第一个，他舌根沾黏有的人是舌系带沾住了第二个不用怀疑他一定是吃精致食物，对，几乎大家都这样子几乎大家这样，所以你现在颞颌关节的病人越来越多那你吃精致食物跟舌系带沾黏，它会衍生一个问题他舌头没有力，他就需要表情肌肉来代偿，所以你会看到他有这个那有这个皱下巴可是你不要以为这个皱下巴好像没有事我们看这个病人也是很可怜他也是运气不好拔牙矫正甚至于他做了正颚手术，他就做牙齿矫正，拔了牙之后，他做完之后变成门牙内倒，下巴后缩那你会发现他就这个脸型就会有一个典型特征是那这样特征一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关节他等于就一直撞下去所以他即使做了这个正颚手术他还是痛，他其实要做的就是想办法把下巴前移对，那所以我们后来怎么办？就给他一个止鼾器，给他一个下颚前移，他才解决他的疼痛。那医生有没有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预防颞颌关节痛的方法呢？当然我分2个部分第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我们遇到病人很多小朋友来国小国中国中可能慢了一点幼稚园或者国小，你发现这个小朋友刚刚讲的嘴巴是歪的或者说你的嘴巴在张开过程中，你就发现他的下巴张口已经产生所谓的偏移或者你牙齿咬着门牙没对正，那你这时候早期治疗那第二部分就是希望病人你常常做一些正确的动作，是把这个造成这个脸颊紧绷的肌肉放松。第一个嘴巴张到最大稍微用手再稍微把嘴巴张更大，还要拉压轻拉就好轻拉或者有些人就用双手顶开顶开。第二个就是把下巴往前移我们当然就说侧面的这个下巴角用双手去托住下巴往前，然后下门牙往前。大部分颞颌关节的病人他的关节就酸了对那这时候关节酸代表他的这个关节囊被绑住。第三个，你颞颌关节的病人通常嘴巴张不开，通常他开闭口的肌肉有问题所以我们会希望是侧边去推，这边推到对侧的关节会酸我知道这个关节酸的时候，代表你的外溢肌负责开嘴巴的肌肉被你拉松了那这个能做就做可是我告诉你其实你根本不见得要做这些动作你就松开了。你想想看，我们人类演化几百万年来都是大口吃鱼大口吃肉对，现在人都是我们哺乳类动物有个特有的就是嘴巴张开侧边咬撞回来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chewing cycle， 就是咀嚼的循环当你在做侧向运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对侧的关节就离开了真的耶这时候你的下巴就会张
好，所以皱下巴的病人，我马上就会警觉，他吃东西像老鼠一样。睡眠医学之父来台湾演讲，就说5个月的孩子啊，你就不要再给他减食物了，就要吃成人的食物。那怕他噎到啊，父母亲很有趣哦。就会这样子啊所以5个月的孩子可不可以吃披萨？应该可以吧？ 5个月好像还不行对，想想看，5个月的孩子有牙齿吗？好像还没没有，所以他会用嘴唇、舌头、脸颊把食物碾碎。我们因为成人用自己的思维限制了我们孩子的发展。好，你到年长的时候，我说孩子你加油，使劲吃奶的力气，代表他舌头这辈子最有力就是在吃奶的时候。对，没有错。所以这时候你只要5个月开始进食块状食物，他2岁、3岁，他睡眠呼吸中止的问题、鼻子的问题，都会大幅的降低啊，这都有学术研究。就让他练习咀嚼就对了。是吃块状的食物，所以你只要吃块状的食物，你刚刚是不是就已经把张口、偏移跟前推都解决了嘛？是，你做完这些动作啊，你去做治疗，你怎么知道你把它放松？我就做一个简单的动作，看看你能不能抓着你的下巴，抖你的下。哎呀，这谢大哥太厉害了，而且不是说一个频率要又快又慢。就快慢这样子。代表我医生在抖的时候，他是可以全然放松。好像可以。对，当他全然放松，我们再戴咬合板，他的小下巴慢慢就会往前走。但是有一类的人他怎么抖都抖不起来。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他睡觉打鼾，那为什么打鼾？舌根硬掉了。那舌根硬掉，那这时候他是舌系带粘连还是什么用？我们不知道。那所以我们就希望他做2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我稍微示范给大家笑一下啊，就是说抓住舌头往前拉，抓住舌头往前拉。尽量把舌根拉松。所以古代的那个瑜伽士啊，他除了拉之外，他会用那个竹片去把舌系带慢慢割开，让他舌头有力。那第二个就是在下巴的后内侧缘去把这个舌底的肌肉放松。这样压的时候，舌根会酸。会酸。对，舌根紧的人他吞口水有个很特殊的动作，下巴就会这样。做下巴会点头。可是你会发现它容易果汁流，感觉很用力这样子。对，它牙齿会紧咬，那牙齿一紧咬麻烦大了你这个颞颌关节痛什么都不怕，就怕你牙齿随时咬着。要改成用什么？用舌头顶在上颚。对，你用舌头扶着头，那你牙齿不要碰着牙，上下牙齿不要接触。那这时候你颞颌关节的问题当然就会少很多。那医生还有最后一个这个平衡系统校正运动，这个听起来好复杂。对，颞颌关节的病人他通常会有个问题我们身体平衡系统大概就几个第一个脑嘛大脑、中脑、小脑，他每个都有负责平衡。他跟谁一起负责平衡？眼睛，你的眼睛水平线在哪？大概眼睛要直视远方的定点，臀部稍微绕大的圈圈顺逆。但是关键就在眼睛一定要专心看着远方的定点。那为什么？因为眼睛的这个平衡觉跟耳朵的里面的这个耳瓜的半规管的平衡觉，然后再透过身体腰椎跟颈椎的旋转来达到跟大脑小脑校正。那这是一个腰部的动作。那第二个动作就是比较单纯了手脚交叉。但是你的眼睛也是要直视远方的定点。动作都不用快也不用大，你只要有做就好。第3个就是你要扶着头，尽量把脖子拉长。不要拉下面，我们是希望下巴后缩，所以有老师就教说你随时收下巴。看起来不错。那我想问问2位他下巴是歪的，你这时候再去收下巴，他的下巴一定是顶到后面去，顶到对侧了。对，这时候颈椎就会歪掉。所以我不鼓励你去推下巴，因为你不确定他的颞颌关节是不是歪的，所以就扶着头，尽量把脖子拉伸。那你自己的手也没多大力，你不可能说拉到掉脖子那么大力。对，那这时候眼睛也是直视正前方。你做完这3个动作，基本上你比如说去给人家推拿做什么，或者做运动完，你就要校正，让你的大脑认识一下你的身体。这时候你还会得到那个运动的好处。是。那医生，我们刚刚讲到是预防嘛，但如果已经是有这个颞颌关节疼痛的病患的话，那他要怎么样去治疗会比较好呢？不管什么治疗都强调正确的诊断。其实眼歪嘴斜是第一个要看，那我们当然是用 X 光去看。那除了静态之外，第2个我们刚刚也提到其实大家可以看看我嘴巴张开的样子。左边。对。那我要往左，可是我嘴巴张得够大，所以我就是右边颞颌关节的问题了。还是要看他的张口运动、张口路径，
那当然也要看舌头有没有粘连啦，动态静态你都要分析啊。那有完整的诊断了，我知道他下巴怎么歪了，那我希望把下巴摆正，那就2个方法那我们就会做各式各样的咬合板。咬合板，对，那大概咬合板呢，大概就是挂在牙齿上，要整天戴啦那你哪一边高，哪一边歪，那边就要垫高一点，让下巴歪回来。但是传统没这个概念我们就印模型咬个记录，那做起来会相反，会变成歪的更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做好咬合板，我们会用咬合纸去咔咔咔，可是你歪的那一侧的肌力会比较大，所以就会歪过去。所以我们在做咬合板前要确定，故意把左边垫高半毫米或1毫米，让它歪回来。只要一歪回来，病人马上会告诉你，我肩膀松了，我的腰松了那当然长期不可能这样，长期可能就是透过一些模拟之后，然后真的把牙齿可能歪的就要补高这是长久用补高。长久呢可能就是哪一边不够就补高，或者做牙齿矫正那现在几乎每个病人来大概都是这样的流程那所以这个咬合板完之后你再想一个问题这个脸都歪那么久了，你不可能只有关节疼痛嘛所以他的这个半边的头都在痛那所以我们通常就会想要帮他把这个头颈部的肌肉筋膜或者说骨缝松开。简单讲，这个耳朵这边的颞骨那耳朵颞骨我们就四个小动作。4个小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扶着这个后头后头有个乳突这边有个乳突，那你只要扶着乳突往外那这个 V 字形的人字缝就会帮你松开当然你的乳突就是耳朵接触的这个颞骨双手去把这个颞骨往外拉开第二个我们就是说双手掌压着太阳穴，扶着额头往前，这个力量大概都是5克10克不需要到1公斤2公斤你只要有花在那边大概30秒，你大概就会觉得前头颅就松了那第3个我们就把双手扶着这个颧骨往前推2侧一起推那为什么一定要推颧骨？因为我们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是拉耳朵拉耳朵，对，拉耳朵才是把这块颞骨拉开这块颞骨把它拉开我有一个病人他做牙齿矫正做结束了医生给他戴这个矫正完都要戴空间维持器，对他戴了空间维持器之后他脸就麻了很神奇他矫正做完了脸麻了，我就分析了老半天就发现什么，他下巴歪了，所以他当初做矫正没有诊断那怎么办呢？我说第一个就拉耳朵他就 LINE 就回我讯息医生我拉耳朵就往外拉严格讲就是往背膀后面的方向拉，他发麻就不麻了为什么？因为他的三叉神经颞骨跟蝶骨中间的那个三叉神经压到了所以把耳朵拉开他就缓和了可是实际上还是要把矫正重新再做啦，我们不好提这个意见我刚拉完之后，刚做完这些工作之后，我脸上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对我觉得很特别对所以确实做的话到底每天要做多久？其实早午晚能做就做了你看起来是拉耳朵松开颞骨，可是它里面有连着一个叫做小脑天幕简单讲就是说把大脑小脑它有一个隔间，把那个隔间拉松了所以等于是你在做脑部里面的筋膜舒缓了所以这个能做我是鼓励大家做是。那医生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不开刀的治疗方法嘛，比较轻松的但如果说可能有稍微严重一点点的病患，是不是真的就要考虑开刀？如果他嘴巴张不开各位你去想一个问题，一定是他关节一直在这边撞到血肉模糊嘛所以我一定会应急给他一个所谓的 wafer 这个软的咬合板他只要关节不要再撞回去了，他是不是慢慢就有机会不要发炎嘴巴慢慢就会开所以我又给个案例他本来张开不到2公分，1个礼拜以后他张开到3.5公分那我就一直垫好好帮他去把它垫高所以学术上还是告诉我们，你先做保守治疗90%到95%它大概就会改善那你剩下的真的没办法了，你再开始注射比如说玻尿酸打肉毒杆菌或者做到这个置换手术，它已经是第2阶段那当然因为现在商业化大概就没有人会去循这个规矩了那但是你要记得手术完我们举个例子，我刚讲过这个案例这个病人他就是正颌手术的病人，这个模型看起来没有很大的问题，可是你严格看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状况，我刚讲过你的冠状图颞颌关节应该要比冠状图还要高结果现在比较低代表他的下巴可能原来是在这个位置，现在撞回去了，他嘴巴要张开，你有没有发现冠状图卡住了？对他嘴巴再也张不开了这时候他要做的是赶快咬合板下巴前移而不是说你急着又去做手术这个也是一个正颌手术算是失败啦，也是很辛苦这样所以我说做正颌手术或者说做颞颌关节手术当然是都可以，但是保守治疗一定是先做改善的前提就是说
不是只有牙医师啦，通常我都会搭配复健科医师或者中医伤科。我有一个病人，他就是小朋友嘛，他就脊椎侧弯，就很有名的这个汪作良，是专门脊椎侧弯的医师，转诊给我，我帮他咬合一调完之后，他走路本来整个身体歪的，走路就变成可以正常走，家长也吓了一跳。是这样子，你实在是没有办法改善了。那你最后的考虑才是正颌手术或者是颞颌关节的手术啊，是那你后遗症可以减少到最低，效果当然也会好很多。对，下颌经济学的观众们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在下面来留言或者哪一些疑问，或是哪个部分最受用呢？我相信呢，这我们看完之后，下一次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的话，我们再请教赵博士。谢谢博士，谢谢大家，谢谢。